今天我要讲一个可能会颠覆你几十年认知的健康真相。很多人活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几十年，可能一直到躺进棺材、盖上白布的那一天，都没有正眼瞧过自己身上一个部位一眼。真的，我不骗你。你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照镜子看脸，长了一颗痘痘，你紧张的要命，赶紧去买几千块的贵妇膏去涂它，因为那是你的门面。你的胃饿了，它会咕咕叫，你会知道去吃饭；你的手被纸片割破了，你会知道痛，你会去包扎。但是，唯独这个部位，它就默默地待在你身体的正中间，承上启下，任劳任怨。你平时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甚至你还嫌弃它，觉得它肉多、累赘、难看。它不像心肝脾肺肾那样听起来高大上，它默默无闻。它是谁？就是你的臀部。如果你现在心里在想：哎呦，倪老师，你怎么一上来就讲屁股，多不雅观啊！而且这不就是2块坐垫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而且是错得离谱，错得连命都要搭进去。你现在伸手去摸摸你的臀部，你摸摸看，它是热的还是凉的？是紧致有弹性的，还是像一滩烂泥一样松垮垮的，或者像一块死硬的牛皮？我跟各位讲，这个臀部绝对不是2块肉那么简单。在尼海萨的中医系统里，它是各位身体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健康特区，甚至我敢断言，它是决定你下半辈子是躺在 ICU 里插满管子让人伺候，还是80、90岁还能健步如飞满世界旅游的关键。为什么我敢讲这么重的话？我们中医看人不像西医那样看成是一堆零件的拼凑，中医看人，人就是一棵树，是天地之间的一个小宇宙。你的头那是树梢，需要清阳之气上升才能耳聪目明；你的四肢那是树枝，负责伸展和运作；而你的臀部含骨盆腔，就是这棵树的树根含土壤。各位，你们看过哪棵大树是树根已经发霉烂掉了，上面的树叶还能绿油油的？不可能嘛！那违反自然规律。现在的西医看到你头晕就给你吃止晕药，看到你脚痛就给你治脚，看到你长了肿瘤就给你切掉，那都是在修剪枯黄的树叶。根本没有看到树根的问题。很多中老年人，特别是到了50、60岁，突然发现自己不对劲了，记性不好了，出门忘了带钥匙，腿脚没力了，走2步就喘，甚至开始漏尿了，妇科病一堆，前列腺一堆，晚上起夜7、8次，跑去医院检查，一堆指标，血糖高、血压高、椎间盘突出，医生告诉你，这是老化的正常现象，去它的正常现象，根本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你的屁股死掉了。你的树根在发霉，在烂掉，因为常年的久坐、常年的寒湿，你把这个生命的总开关给亲手堵死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重新认识你的屁股，我要教你们怎么把这个死掉的根给救活。这一集非常重要，内容很深，但是我保证给你讲透。你听懂了，能少吃几十年的化学毒药，少挨那一刀。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关键点，也是从解剖和经络学上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各位去看那个经络图，或者你看那个骷髅头，在我们的臀部中间，尾椎骨上面一点，腰椎骨下面一点，有一块三角形的骨头，西医叫骶骨。这块骨头上面左右各原本有4个孔，一边4个，加起来8个，排列起来，像一个倒过来的8字，也像一个 V 字。这个地方中医称之为把穴上受次中下嘎。这个打四字很有意思，在古文里，它就是骨头孔隙深坑的意思。很多人以为它就是几个穴道，拿针扎一下就好，错了，它不是单纯的穴道，它是一组开关，它是我们人体下半身的能量总闸。为什么说它这么重要？这里牵扯到一条非常大、非常关键的经络——足太阳膀胱经。大家一定要知道，人体的经络里，膀胱经是阳气最足、路线最长的一条经络。它从你内眼角的睛明穴开始，翻过头顶，沿着脊椎两边2条大经，一路顺着背部下行，穿过屁股，一直走到脚小指的至阴穴。我常跟我的学生说，膀胱经就是人体的排毒总下水道，也是人体的藩篱，就是国家的边境防线。你想想看，你上半身所有的脏腑，心、肝、脾、肺、肾，他们的俞穴，心俞、肝腧、肺腧、肾腧，全部都挂在膀胱经这条线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脏腑每天运作产生的毒素、代谢的废水，还有那种没用的淤血、邪气要往哪里排，他们都要通过俞穴汇聚到膀胱经这个大下水道里，然后通过尿液、汗液排出去。那八卦穴在哪里？它正好
就在这个下水道的中段，在腰和腿的连接处，它就是这个下水道的总闸门，也是连接人体上焦、中焦、下焦的关键枢纽。各位能不能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你们家厨房的水槽堵住了，那个下水管堵了，上面的脏水是不是会倒灌？是不是会发臭？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八穴因为久坐压迫，因为受寒，中医讲寒主收引，一冷血管和肌肉就缩起来了，这个闸门关死了，堵住了。那你上半身的毒素下不去，那个废水流不走，它会去哪里？它就全部淤积在你的腰部、背部。所以很多人跑来找我，一进诊室就唉声叹气，扶着腰。倪老师啊，我腰酸背痛，痛得不得了，好像背了一块大石头，怎么躺都不舒服。老师，我这腿怎么老是麻的，像个蚂蚁在爬？他去西医那里检查，照那个核磁共振，医生一看，哦，你这个叫椎间盘突出，你这个叫腰肌劳损，你这个长骨刺了，来开刀，把突出的地方切掉，打钢钉固定。我说你先等一下，不要急着去挨那一刀，西医是看形。他看到骨头凸出来了就要切，但他不想骨头为什么会突出，因为旁边的肌肉韧带没有气血去滋养它了，抓不住骨头了嘛，肌肉萎缩了，骨头就跑偏了。你把骨头切了，气血还是不通，过2年别的地方又突出了，你要切到什么时候？把你整条脊椎都换成钢管吗？我帮病人一摸，手一搭在那个八穴的位置，哇，那个手感真的是触目惊心。有的病人的八穴那块皮肉是硬邦邦的，像牛皮一样死硬，完全捏不起来；有的摸上去冰凉刺骨，像摸在一块冷冻肉上；还有的人那里全是那种一粒一粒粒的结节，像沙子一样，一按下去。病人痛得在那边叫救命，冷汗都出来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里是个死港，是个冰窟。这就是标准的中焦不通，寒湿瘀阻，你的垃圾都堆在这里，经络不通，气血过不去，它能不痛吗？治疗的关键根本不在骨头，而在疏通这个闸门。我教过很多病人一个方法，非常简单，你回去让你老公或者老婆，或者你自己买个那个硅胶的拍砂板，每天就在这个八狗穴用力的拍，甚至是用空心掌去拍，不要怕痛，痛就是不通。你要把它拍到发热，拍到那个热气往肚子里面钻，甚至拍出那个黑紫色、青色的沙毒，那个沙毒出来，就是把淤堵在里面的寒湿垃圾给调出来了。这个动作就等于是在清扫你身体的垃圾，把那个生锈的闸门给强行震开。只要这个门一开，上面的淤积化一下流下去了，你会发现腰立刻就不酸了。背也轻了，整个人好像卸下了几十斤的重担，连那个坐骨神经痛，从中医讲就是膀胱经别受寒，也会因为阳气通了而好转。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大道至简，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西医不懂这个气，他们只看得到那张 X 光片，真是可惜啊！既然讲到八寒，我特别要跟女性的诸位，还有那些有难言之隐的男性朋友讲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八髻穴是女人的妇科第一大穴，也是男人的前列腺救星。各位看看八髻穴的位置，它前面贴着什么？正对着我们女人的子宫、卵巢，男人的精宫、前列腺，整个骨盆腔都在它的势力范围内。现在的女孩子爱漂亮，冬天穿短裙露个肚脐，夏天喝冰水吃冰激凌，整天吹空调，寒气从哪里进？就从脚底从腰部进去。寒气一进去，她最喜欢躲在哪里？就沉在这个骨盆腔里。中医讲寒湿凝滞，女人的子宫原本应该是温暖的穴室，要像春天的土地一样温暖湿润，万物才能生长，经血才能顺畅。结果呢，你把它搞得像个广寒宫，像个冰窖。血遇到寒会怎么样？你们看过冬天的河水吗？会结冰嘛？血也是一样，遇到寒就会凝固，血块淤在那里排不出去。你月经怎么会顺？痛经就是不通。子宫在痉挛，它想把那个冰块淤血挤出去，所以你会痛得死去活来。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西医说是肿瘤，要切，在中医眼里那就是一团阴实，就是淤血，痰湿和寒气裹在一起形成的冰块。你见过哪块冰是在开水里能存在的？都是在冰箱里长出来的吗？盆腔炎、白带多，但是湿气太重，下面寒湿交蒸排不出去，像发霉了一样。很多病人来看妇科，我看他们的病历，厚厚的一叠，吃了一堆抗生素、消炎药，要把细菌杀光。我说你那个环境不改变，阴暗潮湿，像那个烂掉的木头一样。你今天把蘑菇摘了，明天把木耳摘了，后天它又长出来了，因为环境适合它生长嘛。真正的治本之道是改变环境，
是把冰窖变成卵房，八纹穴就是改变这个环境的钥匙。他最擅长的就是消炎、活血、化瘀。我就建议那个痛经的女孩子，你没事就多敲敲疤，或者我更推荐你们用艾灸，拿那个粗的艾条对着疤打穴熏，把艾草的纯阳之火透进去，或者用那个粗盐热敷包，把这个区域整个捂热。当你感觉那个热气穿透骨头，一直热到前面的小肚子，热到子宫里去的时候，那个才叫有效。热能生阳，阳能化阴。你把这个寒冷的宫殿给暖起来了，冰块激流，自然就融化了，淤血自然就散了，经血自然就顺了。我这里讲一个真实的医案，有一个34岁的女病人，为了生孩子折腾了5年，西医检查说是输卵管堵塞、子宫内膜异位，还做了3次试管婴儿，每次都失败，钱花了几十万，人搞得憔悴不堪。来找我的时候，我看她那个脸色清白清白的，嘴唇没有血色，舌苔白厚，一摸手脚冰凉，再摸八血穴像石头一样冷。她哭着问我：“倪老师，我是不是这辈子没机会做妈妈了？”我说：“你先别哭，你的地里都是冰雪，种子撒下去怎么发芽？冻都被冻死了。你先别急着生孩子，先把你这块地给暖过来。”我开了经方温经汤给她内服，专门温经散寒。然后我只要求她做一件事，每天回家艾灸8大穴30分钟，在这个区域拍打，直到皮肤潮红。同时严禁吃一切生冷食物，哪怕是夏天也要喝温水。你猜结果怎么样？才过了3个月，她有一天拿着验孕棒来找我，手都在抖。老师，我怀上了，自然怀孕。西医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这不科学。其实有什么不可思议？大地回春，万物复苏，这是最基本的自然规律。身体暖了，气血通了，孩子自然就来了。同样的，男人的前列腺炎、尿频、尿急，也是因为这里堵住了。你把当你打通，阳气一足，那个水利系统自然就恢复正常了。好，讲完下水道，讲完生殖系统，我们来讲第2个重点，这个更厉害，关乎你的命，关乎你的脑子。各位身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络，起点就在你的屁股，那就是督脉。中医讲，督脉者，阳脉之海也。如果说身体是一支军队，那督脉就是总司令，总管人一身的阳气。督脉在哪里？就在你的脊椎骨里面，它的起点在你的尾椎骨末端，那个穴道叫做长强穴。各位品一品这个名字，长强意味着长久而强壮。你想不想活得长久又强壮？那就得靠它。中医的理论非常精妙，大家要仔细听。我们说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脏的元气化身为骨髓，这个髓顺着脊椎骨督脉一路往上爬，过腰关、夹脊关、玉枕关，最后直通你的大脑。所以中医叫脑为髓之海，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大脑其实是肾脏功能的延伸。你的脑子好不好使，记忆力强不强，会不会得老年痴呆，精神足不足，完全取决于这条脊椎高速公路通不通，取决于底下的肾气帮浦够不够力。如果你经常觉得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话到嘴边就忘了，白天坐在那里就想打瞌睡，眼睛睁不开，感觉头上好像戴了个紧箍咒，蒙了一层纱，那是为什么？那是你的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下面的阳气上不来供养大脑了，上面的垃圾下不去，脑子缺血缺氧，它能好用吗？这时候很多人去喝咖啡、喝红牛、喝提神饮料。我说那个叫寅吃卯粮，是在透支你最后一点肾阳来强行提神。喝完你会更累，心悸手抖，长期下来心脏都会出问题。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根本不需要吃药，你不如站起来走到没人的地方，用你的手掌根部对着你的尾椎骨尖端，就是长强穴的位置去大力摩擦，或者用空心掌去拍打这个尾椎骨。你拍个5分钟、10分钟，拍到那个尾骨甚至肛门周围感觉热热麻麻的，这个动作就好像是在启动一个抽水机，把沉在底下的督脉和膀胱经的阳气轰的一下顺着脊椎蹦到你的头上去，这叫还经补脑。你拍完以后，你会瞬间感觉，哎呦，眼睛怎么变亮了，看东西清楚了，头脑怎么突然清醒了，那个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的感觉不见了。这比你喝什么咖啡都有效，而且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是你自己的气血在帮你干活。特别是家里的老年人最怕那个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现在的西医对老年痴呆基本束手无策，只能延缓。但在中医看来，脑萎缩就是肾虚、水海空虚。你一定要多刺激长强穴，多拍屁股，把阳气往上送，
屁股热了，肾气足了，脑子就不会萎缩。讲完经络，我们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印证一下，你会发现真理往往是相通的。中西医在最高层次是不谋而合的。在解剖学上，你的臀部不是一块肥肉，它是由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组成的巨大肌肉群，这是人体最大、最强壮的发动机，它是维持你身体平衡、直立行走、发力奔跑的核心。但是现代人出了什么问题？很简单，就是3个字：被作死。我们的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跑猎物、种地，整天都在用屁股发力。现代人呢，早上出门坐车，到了公司坐在这个椅子上，一坐就是8个小时，盯着电脑，中午叫外卖，继续做，晚上下班开车回家，做，回到家累了，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其实还是半坐着。一天24小时，你有多少时间是把全身几十斤、上百斤的重量死死压在这个屁股上呢？这种长期的压迫，导致了2个严重后果：缺血、缺氧，血管被压扁了，屁股变成了死肉，温度降低，神经失联。西医有个非常形象的名词，叫使臀综合征，也叫臀肌失忆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大脑发指令说用力，但是你的屁股肌肉因为长期不用，它忘记怎么收缩了，它睡着了，神经连接断了。这就好比一个公司本来安保部门臀肌是最强壮的，结果你天天让他们睡觉，不训练，等到真的有强盗来了，比如你要搬重物、要跑步，安保部门没反应，那怎么办？身体很聪明，他会找别的部门来代工。谁来代工？你的腰椎肌肉和你的膝盖，本来该屁股做的工作，现在腰要去扛，膝盖要去顶。腰和膝盖说：“我也很冤枉啊，我本来只负责我的工作，现在我要干2个人的活。”久而久之，他们会不会过劳？当然会。所以你就会发现，奇怪了，我怎么老是腰酸？怎么膝盖上下楼梯会痛？你跑去找医生，医生给你照 X 光，说你膝盖磨损、半月板损伤，给你吃止痛药，给你打玻尿酸，甚至让你换人工关节。我说这叫下游救火，上游还在淹大水。根源根本不在膝盖，不在腰，而在于你的屁股罢工了。你不把臀肌练起来，不让它重新接管工作，你的腰和膝盖永远治不好。你治好一次，过2天又坏了。再加上现代人爱吃高糖、高油、喝奶茶，脾胃运化不掉，这就变成了痰湿，这些脂肪垃圾。最喜欢堆在哪里？就堆在活动最少、温度最低的地方，又是你的腰腹和臀部。所以现在的男男女女，你看那个身材，肚子大、屁股大而扁平，那个大不是壮，那是虚胖，全是肥油和寒湿。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越做越冷，越冷越堆脂肪，越堆越不想动，屁股彻底死掉。好了，病因讲透了，原理也讲透了，中西医我都给你们分析明白了。现在关键是怎么救？很多人问倪老师，我是不是要去健身房举铁？是不是要去吃什么神药？我说不需要，养生是在生活里的大道至简。我给诸位几个建议，这都是不用花钱，但是需要你动起来、坚持下去的真功夫。第一条，立规矩，断病根。救命的1分钟，不要再傻坐着了。我知道你工作要做，没办法，但你能不能定个闹钟，给自己定个死规矩，每做45分钟到1个小时，必须一定绝对要站起来，哪怕你就站起来1分钟，去倒杯水，上个厕所，或者就在原地跺跺脚、扭扭腰、伸个懒腰。这1分钟是在干什么？是在给你的身体一个信号，嘿，我还活着，经络别关门，别睡着了。这1分钟的打断，就能避免气血的持续淤积。这是救命的1分钟，比你吃什么补药都管用。第2条，拒绝束缚，给经络松绑，尤其是女性朋友，还有一些爱穿紧身裤的男性，不要为了显瘦，老穿那种紧得要命的束身裤、紧身牛仔裤，把那个大腿根部勒得紧紧的。中医讲，气血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你把整个骨盆腔捆得像扎粽子一样，经络都被勒死了，淋巴回流都被阻断了，气血怎么走？这就人为制造了淤血环境。穿宽松一点、透气一点、棉麻的最好。保暖为主，风度为辅。屁股都不通了，你还要什么风度？第3条，随时随地拍，手动疏通法，就是我刚刚讲的，没事就拍。看电视的时候，别在那傻看，站起来拍屁股。等公交车的时候拍，主要拍哪里？我有3个重点区域：8阿姆穴、尾椎骨上面、腰下面，重拍，拍到深层发热。这是通膀胱经、长强穴、尾骨间，用手掌摩擦。这是深督脉、阳气、补脑、环跳穴。这个在屁股2侧，
你站直了，屁股侧面有个凹陷的地方，这是胆经的大穴。拍打环跳可以治坐骨神经痛，可以引血下行，改善腿脚麻木。你把屁股拍红、拍热，感觉到那个热气往腿上走，往腰上走，那就对了。第4条4招回春操，把死肉练成活肉。最后我教诸位4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你不需要去健身房办卡，也不用买那个死贵的器材，在家里甚至在办公室稍微空一点的地方就能做。我们要把这个死屁股彻底叫醒，让它重新变成身体的发动机。动作1，坐位抬腿，唤醒大腿与核心，找把椅子，做前1/3，腰杆挺直，别像个虾米一样，肚子收紧，气沉丹田。慢慢把一条腿抬起来，伸直脚尖，用力往回勾，勾脚尖能拉伸膀胱经。你要感觉到大腿前侧和屁股都在用力绷紧，坚持15秒，放下换腿，一边做10下。这个动作能让你在坐着的时候也强行调动气血。动作2，站立后踢，激活臀大肌，站着扶着墙或者桌子，肚子收紧，屁股夹紧，注意是用意念去控制你的屁股夹紧。然后把一条腿直直的往后踢，往后抬，不要追求抬很高，关键是感觉到屁股那块肉收一下收缩了，变硬了，在最高点停个3秒，慢慢放下，一边做20下。这个动作专门治那个屁股扁平，能把阳气提起来。动作3，经典臀桥打通督脉膀胱经，这是王炸动作。这个动作最厉害，晚上睡觉前或者早上起床前，躺在床上就能做，平躺，膝盖弯曲，脚踩床。用你的屁股发力，把骨盆往上顶，一直顶到你的肩膀、肚子、膝盖成一条直线，像一座桥一样。这时候你的屁股要死命的夹紧，就像你要忍住不放屁那种感觉，要夹得紧紧的，保持30秒甚至1分钟。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后背、八干、长强、大腿后侧全部都在用力，都在发热。这一招中医叫精巧锁精，对男科、妇科都极好。能固肾气，强腰膝。动作4，卷腹稳固骨盆前哨，腹肌和臀肌是好兄弟，一前一后夹击保护骨盆，平躺，双腿弯曲，用肚子的力量把头和肩膀卷起来，眼睛看肚脐，注意不要用脖子用力，是用肚子用力。这能燃烧你的腹部脂肪，配合臀部训练，把你的底盘稳固住。这4个动作，每天花个10到15分钟，坚持1个月，我保证你会看到奇迹。你会发现你的屁股变翘了，但是肌肉回来了，不是肥肉。你会发现你走路带风了，腰不酸了，精神好了，连脸色都红润了。最后，我要跟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走向衰老的年轻朋友说一句总结的话：养生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秘诀，也不是非要吃那个几万块的冬虫夏草，更不是去医院把身体切得七零八落。养生就是一种觉悟，就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回归，就是顺应自然。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的阳气足，只要你的经络通，什么癌症、肿瘤、三高，它根本进不了你的身。而这个阳气的根，这个经络的总闸就在你的臀部。你把自己的屁股顾好，把它从沉睡中唤醒，让它热起来、活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救活了树根，枝叶自然繁茂，果实自然香甜。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忽视你的屁股了，听李老师的话，站起来拍一拍，练一练，揪一揪，把健康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交给医院的刀片。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唤醒你身体的治愈力。我们下期见。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讲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赞，用力的按下去，并且把它分享给你最关心、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就在无形之中提醒了他一个重要的健康警讯，这就是功德一件。我们下期见。